沙特邀30国要开乌克兰问题会议，中国立场瞩目，美国是真急了。各位好，欢迎来到正儿八经蛙式。在俄乌冲突已经持续1年多的情况之下，其和平前景却迟迟没有到来的迹象。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沙特将在8月举办一场国际会议，专门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邀请了西方国家、乌克兰、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但是并没有邀请当事国俄罗斯。据悉，沙特和乌克兰已经邀请了30多个国家代表，有 G20 的成员有日韩，也有印尼、埃及、墨西哥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个时候，沙特主办这场国际会议，它又有什么意图呢？首先，咱们来看看名单。除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还邀请了很多持有中立立场的发展中国家，目的呢，明显是为了争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在和平峰会上争取到更多对乌克兰和平条款的支持。而沙特一直和俄罗斯其实关系不错，即使在美西方多次施压之下，沙特也一直拒绝制裁俄罗斯，并联合俄罗斯推动欧佩克加减产。沙特也曾经居中调停过几次，但是这次不一样俄罗斯作为冲突方却不在受邀之列，缺乏程序的正义性，让人深度怀疑这究竟是不是和平峰会。而这次沙特揽下这个活也是有目共睹的。举办和平峰会呢，可以提高沙特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也能顺带堵住西方的嘴，展示沙特不站队的立场。而这场峰会在6月底举办的哥本哈根保密会议非常类似不过在这个会上，乌克兰和大多数与会的发展中国家分歧很大。乌克兰希望他们支持乌方的和平协调也就是要求俄军立即撤军并归还所有领土，这还只是谈判的前提，并不是和谈的内容。但发展中国家集团就明确表示愿意谈论共同原则，但不会签署乌克兰计划。美国主导的这所谓的和平峰会其实就是想说服这些国家倒戈，并施压俄罗斯，让西方和乌克兰的行动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虽然美国、乌克兰经常把西方国家意志包装成国际社会意志，但事实上全球更多广大国家对俄乌冲突持中立立场。但这一点呢，西方媒体一直都是有意淡化的。如果真如西方所说俄罗斯被国际社会孤立，那他们现在也不必费尽心思来开国际大会，到处拉拢队伍。更何况就在近期，俄罗斯和非洲举办了峰会，而非洲国家感兴趣解决俄乌冲突的10点立场和和平方案，以及中国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相呼应。这次他们选择沙特举办会议，一方面是对冲俄罗斯非洲峰会，另一方面呢是想借沙特来说服中国参加会议。但是之前哥本哈根会议，中国直接拒绝参加可想而知，这次选择估计也不会变。美国作为一个不愿意俄乌冲突结束的国家，其主导会议之事也必然会用卑劣的手段，比如不邀请俄罗斯就知道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和平峰会，而中国参加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反而容易掉到他们挖的陷阱。想要知道中国一贯的立场，就去读一读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这个文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急迫的想要说服更多的国家支持他们的立场和行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美国着急了。即使美国投入再多，但乌克兰所谓的大反攻不动。即使乌克兰多次袭扰俄罗斯境内设施，但也改变不了当前的局势走向，也难以组织其更大的反攻行动，而这也势必会影响民主党的选票。关于俄乌冲突什么时候结束，只能说看谁耗得过谁，谁战场上的赢面大，谁就越主动。好，本期节目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